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平安，我是蔡志林，欢迎来到健康之道。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实在的话题，我们放在银行的钱，时间过得真快，2026年已在眼前，大家有没有觉得日子越过越快，钱却越来越薄？以前100元能买好几样菜，现在2样菜1块肉，钱就不够了，物价悄悄上涨，我们都感受到了。很多老朋友跟我说，志林啊，退休金怎么追都赶不上物价，钱放着好像在融化，存银行安心，却总觉得不踏实。但我们不敢乱来啊，股票波动大，基金看不懂，理财产品又怕踩雷，想来想去，似乎只能把钱放定存或活期，至少不会不见。可是钱放银行真的就对了吗？今天我要认真告诉大家一件事，只要在存钱时多做一个小动作，同一笔钱在同一家银行，利息可能变成2、3倍。这个方法保本、保息、零风险，无论10万、100万都适用。尤其在2026年，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能是最稳妥、简单又安心的方式。在开始之前，想请大家帮个小忙，如果你也希望利息不被通膨吃掉，请按赞、留言，我要利息翻倍，并订阅健康之道频道。我没有别的目的，只希望陪大家把钱顾好，晚年过得安稳从容。好，我们回到正题，先来看看你我手上那本存折或那几张金融卡。很多人一辈子下来，账户不止一个，有的是以前上班薪水转账用的，有的是现在领退休金的，还有的是子女汇生活费进来的。平常怎么用呢？多半就是钱进来先放着，要缴水电、买菜、付管理费时，再一点一点领出来，剩下的就让它静静躺在活期账户里。大家心里想的很单纯，钱放银行最安全，反正不会少，银行还会给点利息，虽然不多，但总比放家里好。这个想法不能说不对，但少算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蔡志林必须老实告诉大家，如果你长期让钱躺在活期账户里，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补贴银行，而且补贴的还不少。我们来算一笔最简单的账，现在大多数银行活存利率大概是多少？差不多就是 0.2%、0.3% 左右，有些地方型银行高一点，但也很难超过 0.5%。换句话说，如果你有1万元放在活存里一整年，银行给你的利息大概就是20到30块。这20、30块能做什么？现在去市场买1斤排骨都不够，连一杯手摇饮都买不起。可是反过来想，你这1万元放在银行这一年，真的有变多吗？其实没有，因为物价早就把你那点利息吃光光，甚至还倒扣。虽然账面上多了几十块，但实际能买的东西可能变少了。这就好像你的钱袋底下破了一个小洞，钱慢慢露出去，你却还以为它安安稳稳躺在那里。那银行拿了我们这些活期存款去做什么呢？这才是真正让人感慨的地方。银行用几乎零成本把我们的钱集中起来，转手借给买房的年轻人、创业的老板，收的利息可能是 4%、5%， 甚至更高。我们拿 0.3%， 他们中间赚的差价就是银行的利润。这在金融圈里有个很直接的说法，叫做懒人税。不是你做错什么，而是因为你太怕麻烦、太老实，银行就靠这一点，默默把我们养老的资本变成他们的收入。你说这冤枉不冤枉？所以蔡志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把这笔本来该属于我们的利息一点一点拿回来。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懂复杂的经济理论，也不用天天看盘担心涨跌，更不用冒任何赔本的风险。重点只有4个字，而且是银行系统里早就存在的功能，只是很少人主动去用。这4个字叫做综合存款。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心里开始想了，志林，你说的有道理，但钱放活期真的那么吃亏吗？我以前也没特别算，反正银行每年都会给利息，账面数字没少啊。这个想法其实就是银行最希望我们保持的状态，因为你不算，它就继续赚。你要知道，银行不是慈善事业，它开门就是要盈利的，每天想的怎么用最低成本把钱留下来，再去赚更高的利润。而我们这些把钱乖乖放活期的人，正好成了银行眼中最稳定、最便宜的资金来源。活期存款对银行来说几乎没有压力，我们随时要用，它随时还，但我们不用时，它就挪去做其他用途。问题是，
银行给我们的回报却低到几乎可以忽略，1万元一年20-30块，10万元一年也才200-300，这数字在现在真的只能算一丝一丝。可是反过来，银行用我们的钱去放贷、去投资，报酬率动不动就是4%、5%起跳，这中间的差距不是市场造成的，是制度设计出来的，而大多数人刚好站在最吃亏的那一边。所以我常说，我们不是不会理财，也不是不努力，而是卡在一个不知道怎么选的位置上，钱明明在自己账户里，却没替自己工作，反而在帮银行打工，那该怎么办？难道要把所有钱都拿去存定期吗？很多朋友一听到定期，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怕被绑住，怕临时要用钱很麻烦，怕提前解约，利息全没了。这些担心我完全理解，因为早期的定期存款确实就是这样设计的。以前的银行系统，活期就是活期，定期就是定期，分得很清楚。你要存定期，得特地跑银行填单子，选期限，一存下去，中途想动用就得整笔解约，利息还会被打折。所以很多长辈宁可利息少一点，也不想失去灵活性。但重点来了，现在的银行系统早就不是以前那一套了。为了留住客户的资金，提升服务效率，银行其实早就升级了一种账户形态，只是这个东西很少被主动拿出来讲。这个账户叫做综合存款账户，听起来好像很专业，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活期加定期的综合体，钱全部放在同一个户头里，但功能是分层运作的。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分好几本存折，也不用每天自己算要不要转定存，系统会自动帮你处理。而我们今天要用的关键，就藏在这个综合存款账户里的一个设定，银行里面叫它自动转存，有些分行也可能说约定转存或智能转存。这个功能说真的，根本就是为我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只是很多人从来没被提醒过，自动转存在做什么呢？原理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先跟银行约定一个金额，这笔钱是你平常生活要用的活钱，比如说你设定保留5000或1万元，这部分就永远放在活期账户里，让你买菜、缴费、临时周转都很方便。那超过这个金额的部分呢？系统每天晚上结算的时候，就会自动把多出来的钱转成定期存款，而且完全不用你手动操作，你不用跑银行，不用填单子，不用记日期，一切都是后台自动完成。而且这个定期不是乱转的，是你一开始就可以自己选好的。一般我们会建议选1年期或2年期，看个人习惯。现在1年期定存利率大概有 1.7% 到 2.0% 左右，有些银行数位账户甚至给到 2.2% 以上，这和活期的 0.2%、0.3% 比起来，差距马上就拉开了。同样是1万元，如果放活期，1年利息大约20到30元，如果透过自动转存变成定存，1年就能拿170到200元，不是多一点点，是直接翻好几倍。如果你手上不是1万，是10万元，那1年差的就是1000多块。如果是50万、100万，那就是5、6千甚至上万的差别。这些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本来就该属于你的利息，只是过去因为不了解，被我们不小心放过了。很多长辈算到这里，心里都会震一下，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帮他们算过。你会突然发现，原来不是自己存的不够，而是存的方法不对。不过说到这里，心思比较细的朋友一定会担心另一个问题，利息高当然好，但如果我临时要用钱怎么办？钱转成定存了，万一半夜要看医生，家里突然有急事，那不是很麻烦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很多人迟迟不敢行动的关键。而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下一个机制里。刚刚那个问题确实是最多人卡住的地方。很多老朋友都会想，利息变高当然好，但钱一旦变成定存，是不是就被锁死了？如果临时有急用，银行又没开门，那不就麻烦了？这个担心非常合理，也不是多想，因为传统定存确实就是这样，一动就整笔解约，利息也跟住打折。所以我必须一再强调，今天讲的不是传统定存，而是综合存款账户里的运作方式。这种账户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同时兼顾了2件事，一边帮你把闲钱转成定存，赚较高的利息，
另一边又确保你临时要用钱时不会被卡住。银行系统里还有一个搭配的功能，名字听起来也很专业，叫做自动解约。有些银行也叫部分解约或智能动支，名字不用硬记，重点是它在做什么。简单说，就是当你用金融卡提款、转账或刷卡消费时，如果活期余额不够，系统会自动帮你处理后续。举个例子，你原本设定活期保留5000元，结果今天临时需要1万元，活期明明不够，照理说应该领不出来，但实际上不会这样。这时银行系统会自动判断，发现活期不足，就会从你已经转成定存的那笔钱里，自动拆出一小部分来补足差额。你需要1万元，活期有5000，它就帮你从定存补5000，刚刚好，不多也不少。而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它不是把你整笔定存全部解掉，而是用多少解多少，剩下的钱依然留在定存里，继续帮你算高利息。至于被拆出来用掉的那一小部分，顶多少算一点利息，但本金1块都不会少。换句话说，你既不会因为临时用钱而损失全部利息，也不会因为怕麻烦就乾脆把所有钱放活期。很多长辈第一次听到这里才会恍然大悟，原来现在的银行系统早就帮大家把这些问题想好了，只是我们不知道，也没人主动提醒。你可以把这种账户想象成一个聪明的管家，平常没事时，他会把多余的钱拿去好好运用，帮你赚利息，一旦你有需要，他又马上把钱调回来，让你随时可用。该灵活的地方灵活，该稳健的地方稳健，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这个年纪的理财方式。也正因如此，这种账户特别适合退休族，钱不是一次花完，而是慢慢用，慢慢领。如果全放活期，利息太少；如果全锁定存，又不够安心。现在用这种方式，2个问题一次解决。那么，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以前去银行从来没人主动告诉我们，反而一直推销理财商品、保险，甚至送米送油，要我们把钱放进那些一绑就是5、6年的方案呢？原因其实很现实，也很简单，就是利益问题。你开通这种综合存款加自动转存，银行要实实在在多付你好几倍的利息，对银行来说，这是成本增加，利润减少。但如果你去买理财商品或保险，银行不但能收手续费、管理费，行员还有业绩奖金，当然更积极推销后者。所以不是这个方法不好，而是它对银行来说不够好赚。这就是为什么我常提醒大家，银行开门是做生意，不是做慈善。如果你自己不懂不问，它自然不会主动把对你最有利的选项拿出来。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要弄清楚规则，不是要和银行对立，而是要把原本就属于我们的权益，用对的方法拿回来。知道了原理，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实际怎么做。很多朋友一听到要跑银行，心里就打退堂鼓，觉得麻烦，怕被问东问西，怕听不懂。其实只要记住几个重点，一点都不难。第一步，先回家把手边的存折和金融卡都拿出来看看。有些账户可能本来就是综合存款，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有些则是早期开的就是账户。如果你在存折上看到综合存款这几个字，恭喜你，基础条件已经有了，但还要确认有没有开通自动转存。如果看不到或不确定，那就直接去银行问，这一步一定要亲自确认。第二步，找时间去银行办理，建议选平日上午，人比较少，行员也比较有耐心，记得带身份证。如果当初开户是用印章，印章也带着。如果是签名加密码，带双证件和金融卡即可。做到柜台前不用紧张，也不用绕圈子，直接跟行员说，我想把这个账户办成综合存款，然后开通自动转存功能。这句话很重要，照住讲就行，怕忘记可以写在纸上给他看。有时候行员可能会愣一下，或开始推荐其他商品，说现在有什么高收益方案。这时你一定要记得，态度可以客气，但立场要清楚，微笑告诉他，不用了，谢谢，我只要办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就好。接着他会问你要设定多少活期保留金额，这一步很关键，因为这是你平常要用的生活费。一般来说，8000到1万元都很常见，看你自己的开销习惯。这笔钱留在活期里，方便你日常使用，超过的部分，系统就会自动转成定存。至于定存的期限，多数情况下1到2年期就很合适，流动性不错，利率也够好。
如果你本来就不太动用那笔钱，也可以选久一点，这都可以和行员讨论。重点是，这些都还是存款，不是理财，不是保险，不是投资。签文件时一定要看清楚，确认你签的是综合存款约定书或自动转存申请书，而不是什么投资型商品的契约。只要是存款类，就能安心。如果你比较愿意尝试手机操作，我也很建议多做一步，请银行帮你开通手机银行。很多长辈听到手机银行就怕，觉得一不小心钱就会被盗。其实现在银行的系统比我们想象中安全得多，只要不乱点连结，不把验证码告诉别人，基本上不会有问题。而且现在很多银行为了推广数位服务，会在手机银行里提供专属的存款优惠利率，有时候比柜台还高一点，转账手续费也常常减免，长期下来省下的钱也很可观。手机银行通常都有长辈版或大字版，图大字清楚，功能简单，不会太复杂。你可以请行员帮你设定好，教你怎么查余额、看利息，操作2-3次，很快就上手了。就算只是少跑几趟银行，少排几次队，也值得。到这里，我们再帮大家整理一次重点。第一，检查你的账户是不是综合存款。第二，开通自动转存功能。第三，设定好活期保留金额。如果愿意，善用手机银行的优惠利率。这些步骤没有一个是高风险的，但每一个都是在帮你把利息讨回来。各位老朋友，我们一辈子辛苦工作，省吃俭用存下的钱，是晚年安稳的底气。它不该用来冒险，但也不能白白被通胀吃掉。以前不知道，是没人教，现在知道了却不去行动，那就太可惜了。等你1年后刷存折，看到利息比以前多出1截，心里一定会很踏实。多出来的钱能让生活更从容一点，吃得好些，穿得舒服一点，偶尔出门走走也不用总算计。这不是投机，是生活的智慧。年纪大了不代表脑袋慢了，我们一样可以看懂规则，用对方法，为自己争取该有的回报。如果今天的内容哪怕只帮你多赚了一点利息，我都觉得非常值得。也欢迎你把文章转给身边的老朋友、老同学。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真的不知道，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帮他们1年多留住好几千、好几万，这是很有福气的事。我是蔡志霖，我们下次再见。